在忙碌的现代生活中，不少人觉得癌症是离自己很遥远的事，总以为那是不幸降临在别人头上的噩梦。然而，癌症的发生并非瞬间从天而降，就像一颗种子需要土壤才能发芽，癌症的种子也需要合适的环境才会茁壮成长。除了遗传和环境污染等因素，我们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正为癌症提供着滋长的温床。有些习惯看似平常无害，却在悄悄地为癌变铺路。快节奏的时代里，各种便利和享受让我们疏于警惕，不知不觉就掉进了这些陷阱。别紧张，了解这些风险并不是为了杞人忧天，而是为了更好的预防和改善生活方式。接下来，我们就用轻松有趣、带点故事感的方式，一起来盘点10大常见的促癌生活习惯，看看下面这些场景，你是否似曾相识，又中了几条呢？习惯1：抽烟。清晨，闹钟刚响，你迷迷糊糊地爬起来，第一件事不是喝水吃早餐，而是摸出一包烟，点燃新的一天的第一支。香烟的烟雾在空中盘旋，你长长地吐出一口烟圈，仿佛吐出所有的烦恼。对于很多老烟枪来说，这一支事后烟或饭后一支烟是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刻。然而，你的肺可不这么想，每一口烟都像在给肺做烟熏腊肉，烟雾中的焦油正一点把你的肺变成黑乎乎的煤球。你的肺细胞估计正捂着鼻子喊：求求你别再熏我了。科学原理，香烟烟雾中含有数百种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其中至少有70种被证实具有致癌作用。尼古丁让人上瘾，但真正对肺部造成毁灭性打击的是那些致癌物质，比如苯、并、铍和甲醛等。它们就像一群捣乱分子，跑到你的细胞里，对 DNA 大打出手，把原本整齐的生命说明书弄得满是错别字。久而久之，被破坏的细胞可能失控，开始疯狂增殖，最终演变成癌细胞。据统计，长期吸烟的人患肺癌的风险是不吸烟者的10数倍之多，可见吸烟和癌症的联系绝不是危言耸听。有说法称，每抽一支烟就会缩短几分钟寿命，听起来耸人听闻，却有一定科学依据。长期香烟相伴，身体健康也会一点点被偷走。除了肺癌，吸烟还与口腔癌、喉癌、食道癌、胰腺癌、膀胱癌等多种癌症息息相关。另外，有些人爱嚼食的槟榔也是极其危险的致癌习惯，它会严重刺激口腔黏膜，导致槟榔口，大大增加口腔癌的风险，已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级致癌物。你以为过瘾的是自己，其实过瘾的是癌细胞，更别提二手烟的危害。无辜在旁吸烟的人也被迫加入了这场肺部浩劫。所以，悠闲吞云吐雾的背后，其实是埋下了一颗健康的定时炸弹。习惯2：酗酒。夜幕降临，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你和同事相约小酌几杯，啤酒杯碰撞发出清脆的声音，干了。你仰头一饮而尽，觉得人生苦短须尽欢。几杯酒下肚，脸颊泛红，话也多了起来。你感觉整个世界都可爱了些。然而，你的肝脏可不觉得开心，它正加班加点地处理你摄入的酒精，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化工厂工人，在默默分解着乙醇这个麻烦分子。肝细胞们可能正抱头喊：又来这么多酒，我们要累瘫啦。科学原理，酒精的主要成分乙醇在肝脏中会被代谢成乙醛，而乙醛是一种明确的致癌物。想象一下，它就像化工原料中的强酸，能灼伤和破坏细胞分子，使 DNA 发生损伤和突变。长期大量饮酒会导致肝脏细胞不断暴露在乙醛的攻击下，引发慢性炎症和细胞损伤，时间一长可能导致肝硬化。顺便说一句，喝酒脸红可不代表酒量好，反而意味着乙醛代谢慢，这类人更该少碰酒，因为乙醛在体内停留越久，对细胞的危害越大，甚至进一步发展成肝癌。不仅如此，酒精还会直接刺激我们的口腔、咽喉和食道黏膜，让这些部位细胞反复受伤、修复，增加癌变机会。所以，饮酒过量的人群中，食道癌、咽喉癌和口腔癌的发病率也显著升高。许多人喜欢用借酒消愁或酒精杀菌来给自己多喝2杯找借口，但事实是，杀的不是细菌，而是你的肝细胞。
消的不是烦恼，而是你的健康。值得注意的是，吸烟和酗酒若同时进行，会对身体造成双倍打击，让口腔、食道等癌症的风险成倍增加，等于给炸弹同时接上了多根导火索。常言道，小酌怡情，大饮伤身。适量饮酒也许助兴，但贪杯过度换来的只能是无尽伤害。偶尔小酌放松无可厚非，但杯中物一旦过量，快乐过后埋单的可是自己的健康。习惯3，爱吃烧烤和油炸。深夜的街头，小摊上的烧烤散发着诱人的香气，你和3、5好友围坐，一串串烤肉在炭火上滋滋作响，油滴落在炭火上燃起微小的火苗，你迫不及待地咬下一口焦香四溢的烤串，满嘴满足。然而你可能不知道，每一口焦香的背后都隐藏着看不见的化学陷阱。烧烤、煎炸等高温烹调方式会让食物表面产生一层诱人的焦黑色，却也生成了大量对身体不友好的物质。科学原理，当肉类在明火或高温油锅中烹调时，会产生多环芳烃，比如苯并芘和杂环胺等致癌物质。这些名字听起来拗口的化合物，其实就是那层焦黑的美味中暗藏的危机。想象一下，肉块在火焰上被烤得吱吱冒油，那些滴下去的油脂在火上燃烧，产生的烟雾里就富含致癌物，它们附着在食物表面，被你大快朵颐地吃进肚子。进入体内后，这些致癌物就如同不定时炸弹，可能损伤消化道的细胞，干扰细胞的正常分裂。研究调查发现，经常吃烧烤的人，胃肠道癌症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很少吃烧烤的人。有些老饕偏爱把食物烤出一层虎皮焦壳，认为这样才够香，但这其实是在贪恋危险的味道。食物烤得越焦，暗藏的有害物质往往越多。长期大量摄入烧烤和油炸食品，会让这些炸弹在体内越积越多，提高患胃癌、肠癌、胰腺癌等癌症的风险。当然啦，谁都无法拒绝偶尔的烤串诱惑，但如果把烧烤、油炸当日常，您的身体可就真要变成火烤战场了。提醒一下，不只是烧烤摊上的肉，平时烤糊的面包、煎焦的鱼等也含有类似的致癌物质，所以厨房新手们，菜炒糊了可别图是直接吃哦。习惯4，重盐重烟的饮食。假如你走进某人的厨房，看到餐桌上永远摆着咸鱼、腊肉、泡菜等重口味菜肴，而且吃饭必定一大勺酱油下去，菜不咸不下饭，这样的重盐饮食听起来很过瘾，对味蕾是一种享受，但对胃可未必友好。东北的酸菜、广东的腊肉，还有各地风味的腌制咸货，很多家庭餐桌上少不了这些美味。但是常年累月吃得太咸，偏爱腌制食品，胃会不会哭泣？科学原理，高盐饮食破坏胃黏膜这个保护层，盐分就像粗砂纸一样，反复摩擦胃黏膜，使其变得脆弱，甚至受伤。受损的胃黏膜更容易受到幽门螺杆菌的感染，而幽门螺杆菌感染是诱发胃癌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腌制食品在制作过程中往往会产生亚硝酸盐，进入体内后可能转化为亚硝胺，这是一类强烈的致癌物。比如广东人喜爱的咸鱼就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可能致癌的食品，因为其中的亚硝胺跟鼻咽癌的发生相关。经常吃腌制食物的人群，胃癌的发生率也更高。所谓病从口入，高盐饮食就是一个典型例子。想象一下，你的胃每天都泡在盐水和化学物质的腌制液里，难怪它要造反。所以再喜欢的咸菜、咸鱼也要适可而止，别让味蕾的享受变成胃的灾难。习惯5，蔬果摄入不足，偏爱肉食。中午时分，你点了一份豪华汉堡套餐，外带一大包薯条和可乐，你狼吞虎咽地享受着肉的鲜美和油炸的酥脆，对盘子里那片可怜的生菜叶子视而不见。或者晚餐时你来个超大肉拼火锅，青菜只是点缀，蔬菜水果，哎呀，明天再补吧，今天要犒劳自己的胃。长期这样偏爱肉食，忽视蔬菜水果的饮食，看似满足了口腹之欲，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埋下健康隐患。科学原理，蔬菜水果中富含的膳食纤维、维生素和抗氧化物质，是身体的清道夫和修理工。
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犹如一把软刷子，帮助清理肠道内的垃圾，加快有害物质的排出。如果长期缺乏蔬果，肠道就像失去了扫地机器人的房间，残渣滞留时间过长，增加了有害物质与肠壁接触的机会，而其中的一些有害物可能就具有致癌作用。比如红肉在肠道分解时会产生一些致癌代谢物。顺带一提，世界卫生组织的癌症研究机构曾在2015年将火腿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列为一类致癌物，证明长期大量食用这些食品确实会增加患癌风险。另外，蔬果中的维生素 C、胡萝卜素等抗氧化剂有助于中和体内的自由基，那些会损伤 DNA 的小坏蛋。当你偏爱大鱼大肉，疏远蔬菜水果时，等于减少了身体对抗癌变的武器储备。研究显示，膳食纤维摄入不足的人，结直的风险更高。所以，为了肠道高兴的工作，还是乖乖多吃点蔬菜水果，别让你的肠道整天怨念怎么又没绿叶菜。所以，妈妈从小叮嘱我们多吃蔬菜水果，并不是唠叨。蔬果摄入充足，均衡营养，才能让身体更好地抵御癌症的侵袭。习惯6，久坐不动，缺乏运动。下午上班时间，你基本一动不动地盯着电脑屏幕，除了手指在键盘上飞舞，全身其他部位仿佛进入休眠状态。一天坐8、9个小时，下班回家又葛优瘫在沙发上煲剧，运动能走2步路，绝不走3步。周末更是与床融为一体，恨不得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窝里解决。长期久坐的生活看似悠闲惬意，但身体可没有表面这么淡定。科学原理，缺乏运动会带来多重健康隐患，其中之一就是增加某些癌症的风险。当我们运动时，身体的血液循环加快，新陈代谢也更活跃，免疫细胞巡逻身体的效率更高，还能帮助维持激素的平衡。反之，长时间坐着不动，血液循环减慢，细胞代谢废物堆积，就好比河水不流动，就容易长青苔。同样的道理，久坐会导致肥胖、胰岛素抵抗等问题，而脂肪组织过多会分泌一些促炎症的物质，创造出对癌细胞有利的环境。研究发现，缺乏运动的人结肠癌、乳腺癌等发病率更高。有研究甚至将久坐称为新的吸烟，提醒人们其危害不容小觑。这是因为肠道蠕动减慢，有害物质停留时间变长，而激素水平的紊乱也可能刺激乳腺细胞异常生长。不仅如此，运动还能增强抗氧化能力，有助于修复日常累积的细胞损伤。总之，生命在于运动，可不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整天坐着不动，身体的各种机能都会懒散下来，给癌症可乘之机。所以，别再一坐一整天了，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每小时站起来伸展一下，也算给身体打了一剂强心针。习惯7，经常熬夜，昼夜颠倒。深夜11、2点，你的灵魂仿佛才开始苏醒，白天的劳累一扫而空，抱着手机或对着电脑屏幕，开始了夜猫子模式，再刷1集剧，再打2把游戏，困算我输。你心里这么想着，不知不觉，时针划过了午夜，窗外寂静，而你却像黑夜里的猫头鹰，双眼炯炯。熬夜带来的短暂快感，也许是白天偷不来的自由时光，可你的身体生物钟却被折腾得不轻。结果第二天，你顶着浓重的黑眼圈爬起床，哈欠连天地，开始新的一天。但到了夜晚，这种循环往往又将重演。科学原理，我们的身体有一套生物钟，调节着荷尔蒙分泌、细胞修复等关键过程，就像大自然赐给我们的定时维修工。夜晚睡眠时，身体会分泌褪黑素等激素，帮助除日间产生的有害物质，并修复受损的细胞。然而长期熬夜会打乱这套精密的系统，让维修工们下班回家，身体的修复窗口大大缩短。研究表明，长期夜班或熬夜的人群，患乳腺癌、结肠癌等的风险更高。因此，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甚至将长期夜班工作归为可能的致癌因素之一。原因在于，熬夜会扰乱荷尔蒙平衡，例如降低褪黑素水平，而褪黑素具有一定的抑制肿瘤作用。与此同时，熬夜也可能削弱免疫系统。平时免疫细胞会帮忙找出并清除那些异常的细胞，
包括潜在的癌细胞。可当你夜夜笙歌，免疫细胞也跟着打瞌睡，漏掉了坏小子。所以别再迷信凌晨2点黄金创作期之类的鸡汤了，规律作息才是真正让身体开心的养生之道。偶尔一次通宵或许问题不大，但若把黑白颠倒当常态，小心身体抗议，健康亮红灯。习惯8，不做防晒，皮肤过度日晒。周末阳光明媚，你决定去海边玩耍，你穿着沙滩裤就冲向海浪，看到旁边有人在细心的涂防晒霜、撑遮阳伞，你不禁笑了笑，心想哪有那么娇气，晒黑点才健康帅气嘛。于是大半天过去，你晒得浑身通红，觉得自己仿佛成了块刚出炉的红烧肉。晒太阳当下感觉不错，可你的皮肤细胞却在默默叫苦，救命啊，我们要被晒熟了。傍晚回家，你发现肩背皮肤火辣辣，连洗个澡都刺痛难忍，这是白天晒伤的后果，皮肤在向你抗议。科学原理，太阳光中的紫外线是一把双刃剑，适度的阳光照射能帮助我们合成维生素 D， 但过度的紫外线暴露会损伤皮肤细胞的 DNA。 简单来说， UV 就像无形的子弹射入皮肤细胞，打断 DNA 链条或者造成错误连接。这些损伤如果没有被细胞自我修复机制正确修复，就可能导致突变，而 DNA 突变累积在皮肤细胞中，就有可能诱发皮肤癌，比如黑色素瘤或基底细胞癌。尤其是反复的严重晒伤，更是大大增加风险。想象一下，皮肤细胞就像躺在沙滩上的人，你一次次把它们暴露在灼热的阳光下，它们可能中暑甚至中弹。虽然东方人的肤色相比西方人有更多黑色素保护，但并不意味着能无限制抗住紫外线攻击。况且长年累月的日晒还会导致皮肤加速老化，皱纹和色斑爬上脸庞。有些爱美人士甚至特地去做日光浴或使用晒灯来美黑，但这样的烤皮行为更是极大的增加皮肤癌隐患。防晒不是矫情，而是给皮肤穿上一层保护盔甲，别等皮肤真的被晒伤害了才后悔。记得外出涂抹防晒霜，打伞或戴帽子，给辛勤工作的皮肤细胞打一把保护伞。习惯9，压力山大，长期情绪压抑。清晨闹钟一响，你又开始了新一天的战斗。上班路上堵车，地铁里像沙丁鱼罐头，你心烦气躁地挤到公司，还是迟到了5分钟，被老板劈头盖脸一顿训。工作堆成山，同事一句无心的话都能惹你上火。下班回到家，本想休息，却还要辅导孩子功课，内心的压力值飙到最大。你嘴上不说，心里却憋着一股闷气。就这样日复一日，压力像一座大山压在心头，情绪却无处宣泄。有时你甚至觉得胸口发闷，夜里辗转难眠，但白天仍要强颜欢笑地硬撑着。长此以往，身心就像拉紧的弹簧，随时可能崩断。科学原理，长期的精神压力和负面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往往是润物细无声似的，却可能为癌症冒头提供机会。当我们感到压力时，身体会释放应激激素，如肾上腺素和皮质醇。短期来看，这是战斗或逃跑反应，有益于应对危机。但如果压力长期存在，这些激素就会一直偏高，导致免疫系统受到抑制。免疫系统平常就像身体的警察，巡逻发现那些变异的细胞可能发展成癌细胞，就迅速消灭。但当你长期压力山大，警察叔叔们可能忙着内乱或疲惫不堪，巡逻效率下降，漏掉坏分子。一些研究也发现，慢性压力会引起体内持续的低度炎症反应，这种环境也有利于癌细胞的生长和扩散。举个例子，压力过大就像土壤肥沃了，杂草、异常细胞更容易滋生。而且人在情绪低落时，往往会寻求不健康的解压方式，比如暴饮暴食、酗酒、抽烟，更是间接增加了患癌风险。相反，如果保持适度的运动、良好的睡眠和乐观的心态，压力荷尔蒙下降，免疫警察才能精力充沛地保护你。所以生活再难也别总憋着，学会排解压力，调整情绪，可不仅仅是心灵鸡汤，而是真正有利于身心健康的防癌策略。习惯时总是吃的滚烫，饮食不降温。在一家热气腾腾的面馆里，你端起刚出锅的滚烫牛肉面，汤还在冒着热气，你却迫不及待地呼噜吸了一大口面条，
呼，好烫，爽！你嘴上这么说着，舌头和喉咙却已经被烫得发麻。旁边的阿姨一边吹着刚倒出的开水，一边笑：年轻人牙口好啊，我们那个年代都讲究趁热吃呢。不少人觉得食物要趁热才好吃，滚烫的茶水，热腾腾的火锅，仿佛温度越高越显热情好客。然而你的食道可能并不领情。科学原理，我们的口腔和食道黏膜其实相当娇嫩，温度过高的食物会对其造成灼伤，偶尔烫一次，细胞还能修复。可是长期反复被烫伤，黏膜就会出现慢性损伤和炎症。在持续的损伤、修复过程中，细胞的 DNA 可能发生突变，就像打字时连续出错，纠错功能一旦跟不上，错误就积累下来了。这些累积的突变增加了食道癌发生的风险。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在一些爱喝热茶或热汤的地区，食道癌的发病率明显较高。世界卫生组织也提醒，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可能具有致癌风险。许多老人爱说烫一点才养胃杀菌，但实际上过热的饮食对食道的伤害远大于它带来的那点养生慰藉。所以趁热吃这件事还是悠着点好，让食物稍微放凉一点再入口，并不会损失它的美味，却能给敏感的食道多一层保护。别逞一时嘴快，给食道留下终生遗憾。结语：如果把以上这10个坏习惯都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他的生活大概就是一出作死连续剧。早上只睡了4-5个小时就被闹钟吵醒，房间还弥漫着昨夜残留的烟味，他迷迷糊糊地点上一支烟提神，还没顾上吃早餐就先猛抽了2口，然后端起滚烫的豆浆一饮而尽，差点把舌头烫伤。到公司后，他一屁股坐在工位上就是一整天，除了手指敲键盘，几乎不曾挪窝。工作压力山大，老板时不时劈头盖脸的训话，他也只能憋着火受着。中午顶着毒辣的太阳出去买快餐，太阳炙烤着他的脖子，他却嫌麻烦，既没打伞也懒得擦防晒，草草啃了份炸鸡配可乐，对餐盒里可怜的生菜一口不动。饭后点上一支事后烟自我安慰，抽口烟解解压。下班后，朋友喊他去路边烧烤摊宵夜，烧烤摊烟雾缭绕，他大快朵颐的撸串，豪爽的灌啤酒，菜品一个比一个重，口味又咸又辣，他吃得满头大汗。酒足饭饱回到家已是深夜，他瘫在沙发上玩手机，不知不觉刷到了凌晨2点。第二天又将迎来新一轮的恶性循环。看完上述10大促癌习惯，你中了几条呢？别不好意思，很多人或多或少都有这些小毛病。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了这些习惯背后的风险，就有机会去改变它。戒烟限酒，均衡饮食，多吃蔬果，适度运动，规律作息，学会解压，还有注意防晒和饮食温度等等。这些听起来像老生常谈的健康建议，却是实实在在远离癌症的有效策略。当然，拥有良好习惯并不意味着绝对不会得癌症，但至少可以大大降低风险，让身体保持在更安全的轨道上。就像给人生买了一份保险，尽量不给癌症可乘之机。生活中充满诱惑和压力，改变习惯并非一朝一夕，但想想未来的自己和家人，远离病痛折磨，多一些健康和安心，何尝不是值得的投资呢？希望我们都能在享受生活的同时，悄悄改掉那些促癌的小习惯，让健康和快乐常相伴。毕竟人生苦短，笑着过，健康的过，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改变坏习惯也许不能让我们长生不老，但却能极大提升我们生命的质量与长度。每改掉一个坏习惯，就为自己增添一份健康保障。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和那些促癌习惯说拜拜吧。